白宫10号表示，美方正寻求和中方的高层级对话，希望安排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等高官的访华行程。中国外交部回应，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责任不在中方，并呼吁美方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已数次表达高官访华意愿，近期美国经济衰退迹象再现，中法签订贸易大单等，都让美政府再添紧迫感。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透露说，美方正与中方就安排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进行讨论。他还说，美方正在寻求和中方的高层级对话，包括重新安排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行程。他表示，目前中美关系紧张，而美国迫切希望让两国关系回稳向好。美媒称，在美军击落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后，中方冻结了与美方外交层级的沟通。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沙姆伯10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寻求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或者限制中国的增长。沙姆伯透露称，美国财政部官员本周将与中方开展对话。他表示，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需要合作，尤其是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时候。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美国商务部长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伊丽莎白·伊考诺米等多名商务部高级官员将于本周访问北京和上海，为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年晚些时候可能的访华行程打下基础。对于美方正在寻求和中方的高层级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号回应表示，美方应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责任不在中方，美方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事实上，美国对华各种不友好动作频频。经济上，美国对华商品的附加关税没有取消，还用各种名义肆意打压中国企业，将正常经贸合作政治化。目前被美国列入所谓制裁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经达到近1000家，而公布黑名单的正是美国商务部。针对耶伦和雷蒙多访华一事，中国商务部此前已表示，保持对华沟通十分重要，对两人希望访华持开放态度。中方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彼此关切，推动建设性务实合作。中国方面对这个两国的这个经贸磋商啊，它是肯定是持一个开放的这样一个态度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说我们的任何的这个磋商也好，这个任何的也许有这个协议哈，这样也好呢，就它肯定是必须得是一个在互惠互利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不可能存在说单方面的这个一个让步的这么一个情况，也得看美方的这个诚意，就是必须是一个双方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过程。美国白宫已多次声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对中国进行访问，美方迫切想与中方沟通，其中一大背景就是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迹象。虽然由硅谷银行倒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所缓解，但美国经济面临的衰退和滞胀风险却越来越大。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上周警告称，美国信贷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缩，表明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彭博社报道，由美国引发的银行业危机正推动资金流入亚洲资产，投资者认为中国和该地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有能力抵御这场危机的影响。还有观察指出，美债第2大持有国中国已经连续多个月减持美债。数据显示，中国将美国国债减持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从去年12月的8671亿美元降至8594亿美元，连续第6个月下降，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数据显示，近期抛售美债的并非单一国家。事实上，全球持有美债规模排名前2位的日本与中国，2022年分别减持2245亿美元及1732亿美元。去年以来，法国、沙特、以色列等多国抛售大量美国国债，而上个月，比利时、卢森堡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也减持美国国债。这显示是各国，包括美国盟友，对美国经济及美元的不信任投票。